然后今天呢，着重给大家去讲咱们的这个拍照的一些小技巧。拍照呢，其实群里很多同学拍的已经很好看了，但是有一部分同学他在拍照里面做顾客也好，拍的板也好，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漂亮的地方。这个怎么去说？就是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这样的好看，可能他觉得那样的好看。但是最基础的，我们拍照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小方法。今天的课程时间不长，但是会教你们一些，比如说拍板的时候，然后做这个顾客手的时候怎么去拍。因为今天咱们我没有什么做好的模特过来啊，待会儿就用自己的手，或者说用咱小助理的手去给大家做一些拍照的姿势。或者说待会儿再看修图的时候，我用我的手机给大家看一张图片怎么去修的漂亮一点啊。来，咱们先看我这里，现在美甲店呢，建议大家都准备这么一个拍照区。我这个很多东西都拿走了啊，给你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把这转一转，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个大板，有花儿啊，或者说是有这些这种的，看到没有？这是拍照区，下面有一些帘子，就是你这个拍照区，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这种背景板。比如说你打板也好，或者说给客做也好，它能放到这上面作为一个背景去使用，然后再搭配上其他的视频去拍摄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纸呀，或者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这是很久之前的了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用这种水泥板或者水泥这种相框去拍照。另外呢，你像咱这个大花，这干花，这个干花相对来说，我感觉它是比较上相的。就是如果你要拍摄这种短视频，就是这种花，它是挺好看的，真挺好看的。然后就是也比较好搭。然后这个，因为我的头顶是这种光，头顶是一个射灯，所以说这种褶皱下来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往里收光，就有点阴影比较大。这个呢要看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要非得用这个纸的时候，或者说想要某一个灯光又没有用，那我们可以借助它，看啊，借助手机的手电筒，或者说借助补光灯来做你这个背景啊，调节它光线。也就是说，我们拍摄一个漂亮的图片，首先一个像素要高的手机，像素一定要高的手机。还有什么呢？固定一下啊，像素要高的手机。另外，你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可能只是这样摆，但是真正在拍照的时候，有可能从这儿拿出来，那儿拿出来。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包括这个背景纸，买点那种雪梨纸呀，或者说是那种布类的啊，旁边各式各样都有吧。背景像素高的手机，然后一双审美在线的眼睛，还有高超的修图技术，就这些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太多，也不用太复杂。这个呢，根据每个人的喜欢，然后因为你这个定期更新一点，或者一直放到那儿，最常用的是什么？就是白色的背景。白色的这种背景，你像水泥墙，你看我这个墙，哎，在这能看见吧？就白色水泥墙几乎是不动的，也就是说用它去拍摄照片也能做到一些非常漂亮的感觉，没必要。你看，包括这个水泥板，灰色水泥板，为什么有准备这么多颜色？因为你做的指甲款式是不同的，你要是再用同样的背景出来的，就统一太单调。我还有的同学呢，他就是统一所有的东西都统一就放到那儿，然后可能偶尔换个花儿，但是那个花儿不漂亮的话，你那个花儿就感觉特别土里土气的情况下，你拍照出来的感觉就不太好，好吧？再加上你配色不太漂亮。我先给大家去说，在你这个有背景的情况下怎么去拍啊？来看这儿，你看我现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如果经常做美睫的同学是知道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加在咱们手机上去拍微距的，去拍微距。来，我先给大家近处一点，来咱们去看啊。因为今天这个拍照要是面对面就好说了，但不面对面嘛，我就尽量用咱们小助理手机给大家，哎呦呵，看清楚一点。这个很多同学做的都很好，你比如说你看啊，我们拿到一个板，这个板我是直接在这个贴条上，但你们操作的时候，你们拍的时候要把这个贴条拿掉，全是指甲，不需要有这个贴条。你看，在你们现在的视线范围内，就整个画面它是一个长条形的、长方形的，但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一般建议大家用的是一半啊，用3:4的比例，或者说1:1的。3:4或者1:1啊，也就是说，你们看，把手机我把这边挡掉，就这么宽，或者说是一个正方形去拍照啊。拍照的时候有一些点，你看，首先是咱们这个背景选择，当你这个款式是倾向于这种土色的话，那你的背景选择一个要不就干干净净的，要不然你就选一个跟它相似的颜色，你看这个加上去是不是感觉就要比单纯的在白色上面要好看得多？它感觉是两种的，在这上面呢好像就显得温柔一点，在这上面就显得就比较这种小众风啊，ins 风一点，对不对？你看就是随便一加它都好看，所以说背景还是很重要的，适当买一点这种吧。但是这美甲背景就有点贵，像深色的你买上2个，浅色买2个就可以了，不要买太多啊。还有这种白色的多备一点，白色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哎，你看比如说这个风格怎么去给它搭一下啊？
还有一些花儿啊，还有什么等等这些东西，都能作为你的辅助拍照道具。哎，放过来，是不是？我往前挪一下。缺了一双审美在线的眼睛，没问题的。来往这边挪一下啊，看看，你看我就这么一拍，你不要管周围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的是拍摄这个，因为为了方便拿，我就直接这么一个板啊，我放到这儿，稍微往前挪挪，你们看我手机啊。这样来看，啊，我们拍摄手机呢，一般用的是什么？拍摄的时候，现在建议大家就是用的是咱们手机的原相机，手机原相机，不要去用这个美颜相机。美颜相机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它拍摄出来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说是太模糊的，因为它自带美颜，自带磨皮。你有的这个地方我想磨，但是它给你把这儿磨了，你就不好控制。所以说建议大家用原相机去拍。然后如果像素太差的话，你的手机拍摄它就模糊的话，你就需要。这个东西你就只能暂时讲究，咱也不能为了拍个照去换个新手机，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有iPhone 啊，或者你的手机像素比较高的话，尽量就是用原相机去选择，好吧？来看啊，原相机，哎，我先打开。原相机一般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打开咱们这个控制区域，然后这有一个，咱往下找，你是安卓也好，这个苹果也好都一样啊，找到你的这个相机。找到，你看我小指甲抠的，找到你的这个相机，找到相机之后，你看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录视频的啊，因为拍摄视频用。然后你看这有一个网格，有的宝贝呢是这个网格是在你的打开摄像机里面设置里面有。大家拍照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这个网格给打开，有网格我们就好参照你拍摄的这个区域啊，拍摄的区域在哪里？我待会儿一演示大家就明白啊。用苹果手机，大家想要拍一些作品还要再修图的话，建议大家把这 HDR 给关掉，把这个给关掉啊。好了，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对相机的要求。第二个，每次拍照之前，我们先把你手机的摄像头给它擦一下，你别油呼啦叉的就给人上手去拍了啊，拍出来的感觉你永远感觉是虚的。好了，第三个，打开咱们的相机啊，打开咱们的相机来看。你看这个横竖格格了吧？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取景框，然后横竖线呢，咱们叫做辅助线。你有辅助线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之前这个讲过这一期课啊，我有说过，看这中间的4个角，看见没有？中间的4个角就可以是你指甲所在区域的一个拍照区。我先把这固定一下，什么意思呢？往下挪一点，看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在拍这个的时候能看见是不是？这边挪，就是这个不太方便。看我现在是一个长图啊，能看见这4个角吧？4个聚合成一点点的这个4个角。我在拍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重点放到这儿，我也可以把重点放到下面2个角上去，也可以上面2个角。再就是主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想中规中矩的话，把你要拍摄的这个目标放在所有这9个格的中间，放在它的中间区域，这个意思。啊，然后尝试手机换一下角度，对吧？换一下角度，哎，在中间的话是这样，但是这样一般拍出来是比较死板的，就跟我们要拍大长腿一样，我们一般都会底下往上挪，是不是？或者你稍微一旋转，往上挪，哎，大概一拍。这个呢，我们用这个照片我们用在哪里？整个网格里面，我们用在的是左下角的这个角，也就是说，把你拍摄的物品放在某一个角上，其他的地方留一点白。留白不是说是白色，而是说留距离。啊，举个例子，这样来看啊，比如说我拍在这儿，看下面的这个地方是留白的，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要比你直接这么怼上要好得多？是不是？哎，你看稍微远一点，哎，稍微有点角度，你看我就算这么拿着拍，我就算这样去拍，有这么个背景的铺设，它也不难看。你也可以这样去拍摄，就是根据你这个网格来看啊，这是在拍摄这种款式照片里面，然后你去找。另外拍摄款式里面呢，我们一般。哎，把这 HDR 关掉啊！来这儿，iPhone 它一般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箭头，你们那个别的不一样，调一下啊。4:3你可以调成正方形，你也可以直接拍长图，到时候我们去裁剪也可以。你要是担心的话，我们直接就是拍这种什么呀？就是这个正方形的图片。但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你看难免会有一些手机的阴影挡住我们想要拍摄的画面，往下挪一下啊，不要拍到这个的角。
就随便拿2个东西，咱们就能拍一个比较漂亮的照片。看，比如说这，甚至说我们的杂志啊等等都可以用。来看，比如说我把我们这个放到下边，但是手机阴影能看到吧？手机的阴影在这儿，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其他工具，因为头顶往下打光呀，头顶往下打光，找一只这个花儿，你看通过它的阴影有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看见没有？你可以这么一打光，让它形成有这种光影的感觉，你这样拍出来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尽量手机不要这么很明显的啊，稍微换一下角度，找点它拍摄出来也可以，是不是？能理解我现在这个意思吧？就是你看这些道具啊，光影打怎么打？你看就这么去打，然后换一下啊，找一找别的位置，别给主要我们要拍摄的物品是最主要的。你再看，这是一个借助工具去拍照啊，借助工具去选打背景的一些光影光。第3个，当我们拍照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一副指甲发现虚焦，它这个画面一直在定焦在这儿，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机都一样，你点一点你要拍摄的物品，它会自动聚焦、自动对焦，对焦到你要拍摄的物品上。但是当我们你看啊，我们平常拍可能是远一点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拍近景，拍一些尤其是拍真人手的时候，想拍点近景，它就开始出现模糊，怎么办？这个时候就用到了咱们的这个小工具，咱们的这个小工具，这个是微距摄像头，然后架在这儿。你看这样拍摄远处是模糊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现在这个是拍睫毛那个睫毛用的啊，但是当你拍摄近处的时候，你越近，这有个阴影，越近它的这个是感觉是越清楚、越清晰的。看见没有？你拍的再近，它越清晰。所以说你们可以花20-30块钱买个这个，买个这种。但是拍真人手的话，一般就是怼到最近的时候，这种，你看用我们的相机，一般特别近的时候，它就非常不清晰了，是不是？非常不清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带上这个摄像头，再来看啊，你看你想拍近处，你又没有单反，咱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这么不就拍出来了吗？对吧？这不就拍出一个比较清楚的照片来了吗？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种小东西，拍睫毛、做睫毛、做指甲都需要啊。好了，来再看看你周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物品，换成4:3啊。这个吧，玻璃瓶，你看这种玻璃的，我放到旁边，我再去拿另外一个手机啊。我先放到这儿。我不拿另外一个手机，我直接用它吧。你看，我打开我们手机的手电筒，当这个头顶的光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玻璃的光，我关一下这个灯，因为这个灯它是可以换颜色的。看，借助这种光，你也可以去拍摄一些比较好看的图片，对不对？这也是属于一个光影效果。刚刚我说过了，用花去打光去做阴影、做光影，也可以用这种玻璃的制品去做阴影，就是你借助你的，就算你店里有那种喝水的最普通的杯子，它都能用，好吧？最普通的杯子它都能用。好了，我把这个先关掉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手电筒来打光是必须的，因为当我们这儿拍过去的时候，阴影在这儿，在这个区域。但是当你打光过去之后，把所有的焦点一定放到你的指甲上，你看不同的光线下，它呈现效果就会不一样。看一下啊，到现在我说的这些大家能理解吗？大家能够理解吗？有一休息都丢肚子疼，来看看这儿啊，都有能理解吗？都还在线不？我看多少人在线？3个人，3个人。好了，看看你们每个人他的这个有大鱼在啊，大鱼我们这做设计也是，大鱼做设计的，我们做设计的情况下也是一样。我们再修一张图片，我们会注意它的一个布局问题，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在拍摄这种。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拍摄一些视频类的，一般来说都会稍微远一点啊。然后借助咱们的这种什么呀，这种干花类的，或者说是背景干干净净的背景。怎么能让它竖起来？看一下啊，真麻烦。这给你们看一下我拍照区，这我一般就是给学员们让他们自己拍照研究，他们有时候摆成这，有时候摆成那的，看看啊。
你看，比如说我们需要拍一段视频类的了，拍视频一般都是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大近景，但是当你放到这儿之后，首先找一个好看的背景区域，然后再把你的手放上去，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阴影和光，如果你的光一旦打不好的情况下，就会显得手特别的难看，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一定要到位，最漂亮的光，最好看的光，首选什么呢？首选自然光线，首选自然光线。今天我们这儿阴天啊，外面有点下雪。然后就是有点阴，但是你们尽量把你们的拍照区放到靠近窗户或者说是门的附近，这样呢，整个感觉它会可以用自然光线，太阳光打过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再借助其他的咱们这种射灯呀或者补光灯呀等等打上去啊，然后拍这个照片。你比如说拍这个钻的话，哎，我们也是怎么去旋转着拍，去怎么拍，哎，近一点儿。是不是？包括拍这边的话，它那个在不同的背景下效果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没错，就是布局问题啊，一定记得把这个定格给开。你可以把你做的款式放在任何2个格或者3个格，或者说是斜向布局任何一个角度上去。但是最忌讳的就是平行拍，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去拍。举个例子啊。你的支架上面也有东西，下面也有东西，就是把下面地方空开，把所有的东西往上顶，这么样去走，这个角度是不行的啊，这个角度是不行的。好了，我先把这个区域内给大家说完，说完之后，我再上咱们那个美雅桌子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在真人手上的话，一些拍照的动作和注意点。所以说拍照还是并不难的，就看大家对于这个颜色呀，还有我们布局你喜欢的这个样子来定啊，样子来定，就简单一举例，估计大家都能明白，是不是？好的啊，我把这个手机先挪过来。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咱们学习之路非常的艰辛呀，非常的艰辛。我先往下挪一下，叮。哎，看一下啊，大家辛苦，多装点摄像头。你看啊，咱们的补光灯，我建议推荐大家买什么样子呢？补光灯一般都是这种，就是里面是这种桶状灯，里面是球形啊，球形的那种最好，然后这种扁的那种也无所谓，但是我们要的就是它那个光线嘛，是不是？要的就是它这个圆柱形的灯。在桌面拍摄，一般拍摄我们的手有几个小动作。同样还是，如果感觉你拍摄的时候这个背景太单调，把背景稍微一装饰，对不对？然后这个桶状灯一定要打上去，打上去之后对准哪儿呢？对准你的顾客的手，对准你顾客的手指甲，而不是他的手背或者手指啊，手背手指都不行。这屋里今天有点暗，你看。大家这样看会有点黑。一张雪梨纸，一个杯子，我不要它，就这么简单3个，我也能拍出比较好看的图片，比较漂亮的图片，就已经。找一个模特来啊，让模特来看。哎呀，今天人少。估计大家都会拍，给大家看。来看这个杯子是我们常用的，现在就已经快过时了，就是最常用的一些这个拍照方法。我往下调一调。哎呀，太费事了，今天学这个课。来，但是必须得学呀。好啊，来，我教你啊，这么去拿，就拿这个杯子，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手，怎么去拍？来，怎么拿着杯子？你看，首先你要拍照来说，你这么去拿，你拍的是什么？拍的是杯子呀，就好像他在卖杯子一样。所以说你找角度放松，自然一点。就这边拿这儿，对，然后往里去勾，哎，对，往里去勾。这因为他指甲不好看啊，着重教你们一些这个姿势。来，你看往这边稍挪一下，太遥远。啊，跟放松。我用我的手给大家看，忒丑了。就这个样子啊，
就是你随便去拿，让顾客他可以近一点，可以远一点。近一点的话，你就往前去怼；远一点的话，就往远处去怼。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么拿着这个杯子就好，千万别特别刻意的这样去捧着它。你捧着的话，效果就非常非常的不好看，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杯子，它的拿法也很多，你就随便拿着举着，包括你想拍某一个指甲的时候，你把它单独找出来都可以。这种摆拍嘛，摆拍，其实在桌子上也好，在这些姿势就那么多，就看大家更倾向于哪一种。不要走啊，不要走。你看这儿，你要尤其是怎样，我们在拍摄手的时候，最严谨的是一个什么动作呢？你帮我看着吧，看看清楚不清楚？最严谨的动作是什么？能不能直接点开课程看的？我在拍哪里？修图拍照都可简单了。这个有一点远，你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对，看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背景找好了，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往这边挪一点。好，背景啥的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要去拍照。拍照的话，很多同学在给顾客做完之后是怎么去拿的这个姿势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有点远，你们把它想象，你给我往前推一推，对，把手机往前推，对，就往前推就行。对，你帮我这样控制，拿着不要动，懂啊？对，看有很多同学在拍完照之后出现，效果就是这样。你看我这个黑色背景今天还挺好。要不就这样拍，看啊，就是把你的指尖快恨不能朝向这个摄像头了，来，有可能是这个角度，还有是什么样呢？直接这个角度去拍，包括你们发作品给我的时候也是这么个角度。你说你这样打眼一看，你眯着眼看，大家眯起眼睛来看，你看到的第一感觉，你是看的手指还是看的指甲盖，对吧？比如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不要去那个管手怎么样，一定把手上后端的手掌不要看到，然后反过来拍的话，手背不要看到，我们只拍摄指甲的区域，只拍摄指甲区域。但是你看，你如果是这个样子，不行，对不对？你看的是手还是指甲呀？所以说我们整体往上挪，还是这个角度问题。哎，稍微一倾斜，斜大了啊！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哎，稍微一倾斜，对不对？手稍微自然一点，也别有的那个手就是特别僵硬这个样子，或者说往里勾，这样都不行，因为光都不好，一定要把最亮的那个光打到指甲上，或者说再手往前一倾斜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是指甲做的怎么样最明显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这是咱们在拍这种图片的时候，剩下的那些再就是构图问题啊。构图问题，构图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注意。如果你是在正中间，可以往这边啊，在正中间可以吗？可以，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拍照。另外，在我们桌面上去拍的话，还可以怎样？还可以怎样啊？来，比如说我们一般不要直接，你近一点就行，近一点，看我的手机。对，因为这个需要咱们经常调摄像头，所以说大家看起来有点乱啊。来这儿，你就给顾客拍的时候，不要直接就这么，不好看。对，作为它一个光，我就放这儿啊，这样拍，对不对？你不要直接让顾客就铺在指甲铺在桌面上，直接这么铺，你的手掌是显得最丑最厚的时候，让他的手掌稍微翘起，指尖你可以哎慢慢抬这么一点点，也不要全部也压在这儿，因为雪梨纸它有褶皱处会挡住一部分，稍微一抬，对吧？稍微一抬，然后你也可以一个前一个后，也可以这样，哎把它整个布局给它带出来之后。看一下，这样你再去看你的指甲，你就是这个我们的姿势，只要别平铺，你就稍微翘起来，或者是稍微自然一点，这样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所有的这个聚光灯一定是在花儿杯子或者背景后面，好吧？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姿势，你比如说拍的时候，有的宝宝就这个样子拍。这个样的手势也是不行的，你要非得想这样拍两个手掌的话，你把它这样稍微一交叉，但是拍的时候也不要这样铺在上面，哎，稍微抬起来这么一点点，抬起来一点点，距离摄像头越近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指甲是越明显的，距离越近的照片，我们在拍的时候一定也是，哎，背景要越干净。如果说距离越近，但是你那个背景特别复杂，反而不好啊。好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可以用借助俯视角度去拍。
往这边挪一挪，让平着对，俯视角度去走。俯视角度走的话啊，我们一般用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呢？把它竖起来看看，看一下，看清楚不清楚？来看就这啊。好，我们有的姿势，这个灯往这儿打到这上面来，哎，这样就打手会好一点。这个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丑，但是可以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哎，一个拍这个手，另外一个露出这个手的大拇指，指在画面的一个上啊，或者在中间。你先原图随便去拍，拍完之后你再去修再去剪都没问题。只要你的姿势摆的没有问题的话，你在修图里面大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掉。背景和这个姿势没有问题，其他的都没事啊，其他的都不是大问题。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整个画面来看这个画面的对角区域啊，这样对角构图方式来单独去拍这个手指大拇指的区域，哎，只拍一个大拇指，对不对？也可以这样。然后如果说我们非要去怼近景的话啊，手指不要这样往下走，往上勾，自然而然的过来，自然而然的过来。然后或者只露这一个边边角角，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你跟顾客的这个指甲好，然后想要一个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用到特殊的灯，比如咱们的筒状灯或者条状灯，用这个直条灯是出来的是一条直线，用筒状灯出来的是一个椭圆，然后用环形灯的话出来的就是2个圈。最不建议的就用环形灯，做在指甲上非常不好看啊，显得很乱，显得非常乱，就指甲越干净越好，越干净越好。好了，这是我们这儿，你进去吧，谢谢你，不用了。我自己再去调就好了啊。好了，这是我们在拍照。拍照的时候，有的时候，哎，还有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手是立在桌面上，这么去拍。那么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尽量就这样，跟桌面平着去怼。看不清了，是不是？你看，像拍摄像一些极致单色或者比较高级的时候，我们把手机尝试着贴到桌面上，平行往前去推，平行往前去推，这样去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高清，所以说对你们的这个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在做这个的时候，里面有些这些小点啊，给大家看了一下。哎，你还有同学在玩。好了，这是咱们在拍照里面，你们还有什么就是平常比较难的地方吧？我给你们接着演示一下啊，接着演示一下。我头顶还有2个灯，是不是？我给你们看一下我那个拍照啊，拍照的地方，其实也就是大家最常用的那种，就是那个。就摆在那儿，让他们需要就去拍呗。那因为我工作室啊，我下面你看还有一些筒状灯都没有收拾掉，但是就是着重你看上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背景板，其实也不限于只有这么多，包括这个灯啊，还有镜子在旁边。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边有一个大的背景墙，通过它可以反射出来，然后它要是拍全身照、拍指甲、拍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就是看你们自己的一个那个喜好，每个人喜欢的样子，包括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除了这些啊，这个好用以外，这个花也好用，还有最好用的是什么？是这个。就是这个麦穗，你们买就买已经棚的大一点的，然后弄得高一点，用它拍照拍秋冬季的这些照片可好看了，真的可好看了啊！我店里也有，这里纯粹就是为了给那个教学给学员们去用的，给学员们去使用的。好了，来我们再来看桌面上啊，给大家来说这个修图。修图的话，一般我们会用到什么？我就用这张雪梨纸吧，让大家看的那个清楚一点。看，一般我们平着走杯子啊，不要去那个平口朝上去拍照出来，就不太好看。好，看一下这儿啊，买个近期的这个梦想就是换个大 G， 所以就弄在了我的手机主页上来看啊。这有几个是昨天晚上我在那个群里看学员们去拍的这个照片。你比如说像这一个，照片哈，整个来说做款式做的什么指甲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在背景里面来说，我能看到里面后面各种各样的杂乱，所以说拍照的时候，我们既然要拍了，也就不差这1分钟，你去让他坐在那儿，或者说站着起来把背景挡住，用他的衣服用他的身材把背景都给挡住，是不是？然后只拍这个区域。来，你看整个指甲，你要构图来说的话，我们画成横竖格，它是算是在中间，但是根据手过来的话，它是有点斜向的。那么你这个区域内整个这个位置往上走，它就有点怼，然后这个用激萌去拍的啊。来，我们一般来修图的时候用什么呢？我提前把它挪到
比如说我们打开美图秀秀，一般来说美图秀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美化图片，也可以美化人像。美化人像来说，一般就是在处理皮肤的细节上。然后我们可以首先来把整个图片给它调一下啊，就拿刚刚咱们拍的这个照片来说，拍摄的这个照片来说，其实这样看上去感觉好像是这个地方有点整个画面有点倾斜，但是这有点太直，对不对？这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那么下面的智能优化美图配方，这个我们暂时不说，先去编辑图片。你看它可以旋转，可以裁剪成你想要的。旋转的话，你看稍微给它调一下啊，调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因为已经拍成了正方形的图，再稍微一调也不太好调。哎，给它让它稍微倾斜一点点，有那么一个角度。哎，倾斜好了之后，我们裁剪正方形，可以。你感觉整个画面背景太多的话，我们可以给它修剪一下，对不对？本来是这个样子，好像花这样的主体，那么我就给稍微一缩减。你看，在你这个框框范围内，是不是指甲就变成了主体，对不对？先给它拍出来，拍好之后，我教大家最方便一个就是找这个美图配方。你看，你就随便点一个应用，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这，自带这种背景滤镜给你调节上去，对不对？喜欢什么样的？你看可以自动去调，现在就真的方便到这种程度，真的可简单了啊。然后你找一个适合咱们这个图片的，但是感觉整体太暗，它的滤镜又不太合适，怎么办？点这儿有个图层，这儿有一个图层，它就这是跟咱们那个电脑我们用 PS 那个是一样的啊，就是每一层图片它这么叠加出来的，就是一层一层的，所以叫做图层，你们这样简单理解。然后有滤镜层，有文字层，你比如说这个滤镜层。对吧？它选择的是这个滤镜。当我感觉太亮或者太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进行调节，看见没有？给它调节，调节好了，确定的时候就是应用啊，应用到它这个当前场景里面。哎，你的这个就修好了。比如说这个位置，我就想给它提亮一点，那咱这里面有一个到美容了啊，整个这个修图背景都弄好了，我们点这个美容，你还直接转到就是美化图片。比如说你要说是去美白，如果这个顾客他是拍摄的照片是偏冷一点的，你可以往右边去挪；偏暖一点的啊，你可以往左边去调。这是调整这个整个在手上的一个冷白皮，调节他手皮肤，不然出来的感觉也是不大好看。你老婆给你打电话，你打到我这儿来了，来这儿啊，可以，那就给这人做的。哎，这是冷白皮。另外还可以一个比较常用的是什么？你看，就是我们当感觉整个画面，我们的手或者说某个区域太暗的话，我们可以换到咱们的这个，我没看到是吧？看到下面这个修容笔，在这点一遍，修容笔。修容笔相当于什么？给它调亮调暗。比如说我想亮一点，你就用这个白色，第一个白，把这个是透明度给它降低，降低之后把画笔增加。然后我们想这个地方亮一点，我们就把这儿给它做亮啊，去这么给它修出来之后，整个画面感觉你看能看出来吧？它就会自动提亮，手上也好，别的地方也好，都可以这么去进行操作。同样也可以给它调暗，比如说背景我可以这地方再暗一点，那你可以这么去加。来，那个小助理关下门啊，对吧？加上去，哎。你看，本来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不让它着重的亮点都在了指甲上，把背景做成了一个暗面，然后还有一些斑驳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好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这个修图里面常用的。还有一个常用的是什么？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瘦脸塑形，这个塑形，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图片，我先去给它保存，然后我们再换下一张图片，再切到下一张图片。你比如说，就这个吧，这是咱们学员做的作品啊，咱先给它处理一下，做成4:3。你看，你们这可能是为了拍近图给我看。来弄好之后，我这里给大家说这个美容效果，就是第一个，当我们后援真有一些不可抗拒的这些小毛皮屁或者小白点已经做完了没办法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用到的是咱们的祛斑祛痘。你比如说这些小白点，哎，一点一点没了，对吧？包括上边没了，但是这个我只作为说是那个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平常一定要给它做的干干净净，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拍照能拍出来，只能说明自己处理的不够极致，好吧？来，还有一个是什么？咱们的这个就是瘦脸瘦身，我不太拍照啊。来看瘦脸瘦身，两侧这个位置太宽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拍照修图，需要可以给它用这个，它相当于
在那个电脑端有一个液化的效果，看这儿啊。看整个指甲可以给它往里收一下，收窄一点。但是大家在修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背景，千万不要因为修图把别的地方给它做成扭曲状，就非常明显的劈瘦，那不行，好吧？非常明显的劈瘦是不行的。你看这么一弄，是不是整个指甲就要比刚才瘦多了？你们给我拍的话，一定要原图，不要去要这种的啊，不要这种的。然后你看后缘的位置都给它处理一下，这个指甲不就好看了吗？对不对？这样就好看了。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加滤镜，再重新去美化。美化的话，你可以什么都不动，直接做到这儿，直接用这个美图配方去往里加，就是做有几个你喜欢常用的都可以加进去，对不对？这样不就这个就稍微粉嫩一点。另外每张图片都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 logo 的话，你看你自己设置一下，定好了之后一直使用。这是咱们一些修图小技巧，就是用美图秀秀它的功能就已经足够了，足够。你们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用别的会那个增加，其实在这里面有同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因为别的要收费，这个唯一好处就是不收费，所以大家你们可以研究啊。对于这些批瘦这些，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但是在这个美甲里面有一些要点。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把高光区域打在咱们的指甲上，指甲一定要保持它的本色，不要因为修图加滤镜把它的原色给它抹盖掉，反而不好看啊。到时候他拿图片来找你做，我就要跟这个图片一模一样的，你就不好做了。我们做就一定做到好看，拍照一定要保持这个图片我们款式的最原始的感觉，不要给它就是修图修的花里胡哨的，不要那样啊！就一个图片越高清，图片越高级。当你拍摄这个图片越那个模糊啊，滤镜各种滤镜加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廉价的。做的再好，那个图片是最廉价的。就是尽量用原相机去拍，然后用这种修图适当的去修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咱们拍照做这些都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这个小功能，比如一些贴纸呀、滤镜呀，你们都可以去加一下。然后咱们我看看啊，一般我这个用的少，拍照，哎，对，还有一个拍摄这种极致单色，啊，宝贝们怎么去拍极致单色？就是看做好的这个指甲呀。你看我们用到的，你看背景都比较亮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咱们的这个灯，对不对？用这个灯打过来的时候，让它在顶端，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啊，让它在顶端。看，当你手拿过来的时候，哎，它整个画面现在是曝光的。来看我这个手机啊，来看我这个手机，稍远一点看，怎么去拍比较干净的极致单色？我们要的就是它光的这种那个曝光对比效果，这样出来呢，它这个背景就基本上看不出来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然后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灯的牌子里面的样子。如果是原状灯无所谓，是原状灯无所谓。哎，让它这样平着走，看啊。然后当你感觉你的背景有点花的时候，我们点一下屏幕，看啊，距离灯越近，你看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咱们平常做的单色，哎，但是它有点曝光，哎，可能是咱这个手机看起来的问题，照片里面是问题不大啊。你看我们朝这边，对不对？朝向这边去找一下啊，背景越干净越好，不要太复杂了。点一下我们要拍照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对焦的这个点，然后整体把光效往下拉，把光往下拉，就是背景一定是最暗的，但是这个地方是聚焦的，能看清吗？这个地方是对聚焦的，我们把背景往后拉。哎，根据你的光感不同，选择不同的光泽亮度。哎，是想让拍近景，让这个指甲明显一点。你看这样好像就跟只有指甲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我是往这边歪的啊，你们正常的话手掌是拍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平常拍一些比较干净的指甲就是这么去拍。借助咱们这个灯和点一下，一定要聚焦到指甲上，然后把旁边的小太阳往下拉。别拉得太低，太暗了也不行。然后借着头顶的光把指甲打出来，哎，这么去拍的指甲就可以了，好吧？这是咱们拍这个。还有什么我没给大家说到的，大家再告诉我一下，再跟我说一下。我用的这个灯就是这个咱们小店给你们换的那个灯是一样的啊，你们也可以自己去买，然后这个灯呢，就是我们作为平常做顾客来说，灯一定要亮，那个不要选择暖光灯，也不要选冷光，就是就选冷和暖之间选冷光，暖光一般都不用，包括屋里打灯拍照，暖光一般用的都很少，中性光和冷光用的是最多的，好吧？中性光和这个光用的是最多的。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我看看都还在不在，是不是看看都撤了？都还在不在？你们能看多少？就是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样子不同，审美不同，所以说最终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就是一定要多拍多修，没事儿，就是大家把你做的版都尽量拍的好看一点，从网上花上30块钱买点拍照道具，
可以一直用，可以一直用，你平常拍照啥的都能用。像这种，你们可以相互推荐一下哪些常用的啊，哪些常用的，包括咱手机这个像素，就是大家整个风格，你朋友圈拍照的时候那个风格尽量保持是一致，但是颜色每张图片颜色不同，你选择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大家想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就是我尽量能把这些最白话的方式说出来，因为这些如果能面对面的话，或者说我再给你们做 PPT 需要2个手机转到电脑上不好转，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给大家教。你们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在拍照里面就把这些小注意点，因为根本就不难，注意到就可以了，好吧？